好，我们接着来拯救这个逆天的德国存档。对这个存档还不了解的观众，可以先看一下上一集啊。原档主是打的满加强的同盟国和苏联，因为种种逆天操作，在这个1940年的6月1号就要投降了。我们算是临危受命啊，上来微操了20天，总算是把这个岌岌可危的投降度给它扳了一点回来啊。虽然我们利用仅剩的几千辆坦克啊，在这个什勒苏伊格和尔施泰因地区进行了一次突击，吃掉了盟军一批部队，但是我们的装备还是非常紧缺啊。以我们现在的装备储量，想要和同盟国打持久战几乎不可能。如果我们想速胜的话，因为这个同盟已经满加强了，我们打到他们的领土上，它还有核心攻防的加成，所以更不可能。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些核心工业区给它尽量打回来，有了这些地区，我们才能进行长久的作战啊。至于东线的苏联方面，我们实在没有余力去反击了，就算我们把这些核心领土打回来，我们也几乎无险可守啊。从我们布防的形势也能看出来，我们都是用一些很普通的部队沿着这个捷克的山脉碉堡在防守啊。一旦这些碉堡失陷的话，我们就只能全军退回境内了。捷克给我们提供了21个工厂，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目前我们大部队还不准备退回家，能守还是尽量守一下。因为重新进了存档，许多数值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先走一下时间，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还有没有需要调的。首先是我们的国策，我是不点的，因为我们要存这个政治点来改法案啊。他现在开的这个按要求服兵役显然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还有大量的核心领土，这个人力是完全够用的。如果实在不够用，我们也可以直接切这个学说啊。机动作战如果玩到比较极限的情况，是走左线更好一点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刻转左线，因为只要点完第3个狼人游击兵，我们就可以解锁一个游击战术。这个战术卡作为防守方还是非常有用的。改完法案之后，我们剩余的点数可以用来发勋章啊，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打到后期了，很多部队都是有勋章的。有了勋章，我们实力也会提升一点。剩余的国策中基本上对我的帮助都不大，可能有帮助的是这种亲近匈牙利，然后这个亲近什么土耳其，这种或许能把这些国家拉过来给我垫背。其他的这些什么空军卡呀、海军船坞呀，我是基本上用不上了。然后就是这个装备的生产了，我们主要还是优先产这个中坦和炮啊，因为没有这些装备我们是很难进攻的。至于这个步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删减一些田线师来把这个枪给补上啊。从我们的贸易状况也能看出来啊，现在并不是完全买不到东西，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国家买到石油的，所以这个燃油不用特别担心，只要我们省着点用都是够用的。之前有粉丝和我说这个 AI 会登陆我的港口啊，这个位置确实挺危险的，我马上派一个师在这边看着就行了。至于我们的小弟丹麦，我是完全不管的，如果他能做一些部队给我用也挺好。检查了一圈战线，同盟国部队在莱比锡附近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烈的，我们几乎都挡不住了，这个部队已经被打残了，我直接删除好了。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同盟国部队全是轻坦师啊，他们的装甲厚度20，穿甲深度20，打我们这个步兵师还是能吊着打的，所以最好还是把远处的装甲师调2个回来先防守一下。由于我们兵力实在不足，想要在这个突出部改善战术位置还是非常困难的，一旦我们后退的话，很有可能会变成溃退啊。所以这边只能不停的填人上来拖时间了，拖到我们在其他战线完全打赢了，或许有机会能来处理一下。至于我们在东南方向的2个小弟，目前我的处理方案是让他们尽量在前线蹲着拉扯一下苏联的部队，并不需要他进行反攻啊，他们这个装备质量想反攻也没什么可能。视频到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在手机上游玩电脑游戏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3A 云游戏，
然后点击开始游玩。打开后即可在个人界面找到兑换码，在兑换福利界面输入润州镜即可获得30分钟游玩时长。我亲自测试了一下，这个 3A 云游戏是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游玩钢4的。我们在这边选择立即秒完即可啊，有这个免费通道，每天0点到18点都可以进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输入兑换码来试一试。经过一段时间的换防，总算是吃掉了一点法军啊，不过法军的部队还是特别多，所以并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得再吃它个几波。吃法军的方法还是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边的部队全部再撤回来，把法军放进来，再关几次门就可以了。虽然这一招非常的赖，堪比港口坑杀，但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这样做是最高效的。东南方向这边虽然我们派了2个装甲师来防守，但敌军的黄条还是很充足啊，消耗了半天，可能把我们自己的装甲给打完了。又在左线僵持了一会儿，发现盟军的攻势不猛烈了，反而苏联人又开始大举进攻了。我们赶紧把部队撤了回来，夺回了这个斯德丁，然后想办法把柏林面前的部队给他打回去一点啊。这边还是比较极限的。至于捷克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彻底溃败了。我刚刚把包围圈内的部队删掉了一些，所以我们装备又补回来一点，不过还是差很多啊。我们接下来师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在修筑第2道防线了。布拉格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补给站，这个还是要守住的。我们装甲师集结的差不多了，等苏军把这波坦克调走啊，我们就反打他一波，看看能不能推到布雷斯劳附近啊。好，在我们一波大胆的前行攻势之下，总算是包夹掉了法苏联军的突出部啊。这边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战术位置，接下来只要再往东边打一点，我们就可以打到河对岸了。只能说我们德军的装甲师质量还是太顶了，虽然已经缺兵少将了，但我们还是能扛着苏联的大量步兵师强行打出一个缺口来。我是一直在盯着我们装甲师的缺额来看的，时刻计算着我们还剩多少辆装甲。不过好在我们改进了生产线之后，现在装甲的消耗和生产是差不多的，我们还是能慢慢的以战养战的。目前我们的政治点数已经很多了，等我们吃完这波饺子，就给我们的主力部队发勋章啊，每个人都发一个铁十字。好，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开始论功行赏了，看一下我们此次战役的战果啊。损失了4000人，消灭了苏法联军10万人啊。虽然我很想借此机会一并把这个布雷斯劳夺回，但是我们现在补给还是太差了，再往前走的话，坦克可能开不动了，所以我们装甲师还是回去休整一下吧。
在发勋章之前，我们先改成这个成就传承啊，能给我们减受勋花费的。然后优先给我们的装甲师把这个减补给消耗的勋章发了。功勋比较多的部队就再额外发一个2级铁十字，加一下组织度。突破值我们已经足够用了，所以先不加。不过我看了一下，由于我们点了机动作战，我们装甲师的组织度还是挺多的，那我们又加不了 HP， 好难受啊。在这边等了半天，盟军都不上钩，那就算了，我们就利用一下现在的这1亩3分地来种地吧。虽然目前只有32个军工，要种的话也种不出多少来，但我们还是可以挣扎一下。这边守株待兔的装甲师全部派到一些关键位置上先顶住啊。我们先把周围的这些碉堡给它修好，待会儿我们退到这个防线上来，防守也轻松一点。然后开始在我们仅有的几块地上面疯狂的铺军工。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油也不缺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买油了，把这些工厂全部退回来，我们还是有很多民工的。接下来我们要生产的装备主要还是这个防空炮和步枪啊，因为我们要增加一下部队的防守能力。在我看来，目前最大的劣势其实还是没有对空啊。如果我们有空优的话，真的是随便防守了，可惜并没有，那我们只能疯狂的造防空炮了。主要是这片地区离补给站太远了，我们把要塞修在这儿的话很难守得住，所以还是在后方重新搭了一个要塞群。然后捷克境内的话，我们也是尽量在后面一线把这个要塞给它搭好啊。前面这边没有补给站的守不住就算了。然后关于装甲的生产，考虑到敌军越来越多的装甲师啊，我们还是来点硬攻吧，不然的话待会儿打装甲师比较吃力啊。把主炮从榴弹炮换成中型加农炮之后，虽然软攻降低了，但是对装甲杀伤还是挺可观的。这样的话，我们坦克又少了1块钱的造价，应该能造得更快一点了。步枪这些先不着急，我们主要还是先把防空炮造起来啊！必须每个师装2个营的防空炮，不然真扛不住这个飞机炸的。然后关于学说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切换成机动左线啊，它会给一个游击战术，非常适合我们进行防守。切好之后，我们再来专门设计一下偏好战术啊，这边点成游击战，然后我们的元帅也给他改一个游击战好了。关于这个电报危机，我还是第一次见啊，接受一下道歉吧，直接拿25点数呢。接受完之后，我们可以扶植一位友好的全权代表啊。这个点完甚至可以直接夺取日德兰全域啊，能把这个丹麦的地吃过来，还是挺离谱的。关于这个先不着急啊，我们先存政治点，点一个紧急工厂转换，这个能给我们直接5个民工换5个军工。瑞典好像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那就夺取瑞典资产吧，不过也拿不到东西啊。同意一下，南斯拉夫能拉过来进阵营吗？感觉这边要塞已经修的差不多了，我们部队可以慢慢往后退到我们的要塞群上了。这边飞出来的地没必要了，虽然可以牵制到不少苏军部队，但是这些苏军部队都是满补给的，我们并不能消耗它，所以还是往后退啊，退到碉堡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心防守我们现在这个较为稳固的地盘了。捷克的工厂还是捏在我们手上，然后右边因为缩短了战线，局部兵力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调一些主力师去侧面，不过侧面这边丢了也无所谓，我们只要莱比锡这一块不掉就没事。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这个易北河作为最终防线的，只要我们把这一条线上的胜利点牢牢握在手中，应该是不会投降的。不知道为什么主动让出这块地之后，这块地变成瑞士的了，导致苏联应该也不会太积极的在这一块进攻了。在丹麦扶植了一个全权代表，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夺取日德兰全城啊。需要对德国属丹麦保护国的评价不高于-25，他现在对我评价挺好的，那就继续薅丹麦的装备吧。他这个装备应该是不怎么缺的。
有多少来多少。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装甲师里面的坦克啊给它抽调出来，给我们每个步兵师都武装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全线的防守能力都会增加啊。经过不停的缩编之后，我们这个装甲师也算不上装甲师了，已经只剩2个中坦营了。这样我们多出来的坦克就可以全部安排到我们的步炮师上了。步炮师现在是30宽啊，2个炮1个中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的把前线这些经验值比较高的部队给它转成我们需要的步炮师。我就一直在这边挂机，没想到苏联还会登陆我。他这个上来的是装甲师，不过无所谓啊，我们随便调2个师就可以给他吃掉了。这东西也不是装甲师啊，他就2个中坦营，他搞了一个装甲牌子来骗我的。东巴尔干登陆的话，我就管不到了啊。这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自求多福吧。好像苏军是比较识趣的，我就开了个死守，他直接把上岸的部队给撤走了。这个 AI 的智商还是比较高的呀，怕被我坑杀。这个苏军趁我不注意把斯德丁给偷了，不过无所谓，我们这边赶紧要一个滚珠轴承，坦克又能便宜一点。感觉这个饺子应该是吃不到的，那就直接给它全打回去吧。到了C1年的7月份，日本开战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毕竟日本并没有加强，所以也不指望日本了。我们先把自己部队全部换装成步炮高达吧。为了防止 AI 在这边和我练习站桩，我们主动后撤，让他战线重新画一下。不过他也没怎么变动啊，还是有不少部队在站桩的。等他全部移动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反攻了。很快 AI 的部队大部分都变换了位置，我们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赶紧进攻一下。这边把学说再切回去，给我们增加一点突破。偏好战术的话可以选成突破，感觉还是不太行啊。这个 AI 的站桩能力实在太强了，他就给你赖在这儿不动，你现在没有特别厉害的部队也撞不动。但是我们现在就这么一点工厂，加上这么一点资源，想整出厉害的部队来也不太现实。那就算了吧，互相摆烂吧。反正我们没有憋出9步9坦之前是真的撞不动，那就搁这挂机吧。他根本不缺补给的，前线堆这么多师，可以一直站桩站到老死啊！大伙就在这儿站一辈子桩吧，反正互相打不动啊。因为实在没格子了，我接下来能做的就是民转军啊，全部给我转成军工啊。又经过了一段漫长时间的积累，我们的装甲师总算快改回来了啊！这边再给他上一个防空炮，我们2个防空的话，空军的影响应该会很小了。接下来准备突击一下这个薄弱地区啊！不知道这个盟军怎么回事，突然全部集中去打这个苏台德了。虽然打掉了几块地，但是他还是很缺补给啊。这样一来的话，他侧翼反而就很薄弱了。我们现在反攻的话，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啊。苏军这边依然是不用管，他根本就打不动我，顶多把这格师给他击退了，我们再填上去就行了。
好，打到这边，我们积攒已久的这个西线反击战算是结束了。我本来是准备一口气打到巴黎去，直接把这个法国打投降的，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有消混乱的政府啊。但是没想到这个 AI 补防的速度如此之快啊，瞬间就拉了许多部队过来填线，估计都是在港口留守的部队啊。由于我们之前大量的民转军，所以现在拿回失地之后，我们有100个军工啊，还是非常多的，更加方便我们大量生产坦克了。先不急啊，先把坦克再攒一攒。好，到这边算是把河南给打投降了，但是接下来的比利时就更加的难啃了，更别说往后的法国了。这边敌军已经组织好了防线。我们看情况啃一啃啊，说不定能啃得动啊。算了，根本啃不动，这个 AI 瞬间就做好了30%几的堑壕啊，那就算了，那我们就在这儿挂机好了。没想到这个南斯拉夫居然主动要求加入轴心国啊，那太好了。不过不拉他进战争啊，在这边帮我吸引一下火力就可以了。盟军突然发动了全线反击，不知道这一波能不能顶得住啊。我们全线应该都是能精盾的，不过好像被穿了，很快变成了绿色气泡，应该还行。虽然每格只有1个高达师，但勉强能顶得住。那我们接下来的玩法也很简单了，就让这些高达师站在这边消耗就可以了。反正盟军也打不动我们。虽然我们这个步炮师的编制非常的拉垮，但是勉强顶一顶还是可以做到的。全线黄色感叹号看着还是挺壮观的，只能说这局玩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如果大家还想看下一集的话，那就再投5000个硬币吧。视频结束前再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战损吧，可以根据上一集结尾来对比一下，我们几乎没损失几个部队。